据中国海警17号发布，当天5时59分，菲律宾一艘运补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擦碰。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17号傍晚表示，当天菲律宾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非运补船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我们在此正告菲方，任何形式的侵权挑衅都徒劳无益。中国海警全时戒备，严阵以待，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这次几乎是实时发布了菲方恶意挑衅及中方处置措施的消息。第一则快讯是在当天凌晨4时27分发布，中国海警宣布对侵闯仁爱礁临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6时54分，中国海警发布第二则快讯，点出，就在当天5时59分，非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碰擦，责任完全在菲方。观察指出，面对菲方挑衅，中方快速发布相关消息，有力掌握舆论主动权。菲律宾军方则延续之前的老套路，召开记者会，由非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特立尼达出面，颠倒黑白地指责中方行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拒绝透露补给任务的行动细节。外界注意到，这次是自中方15号实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后，菲方首次在南海岛礁发起侵闯行动。今年以来，菲方闹海动作不断。3月23号，菲方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现场非运补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警告，仍强行冲闯侵入，后被海警水炮喷射，采取白旗收手。5月19号，菲方对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进行空投补给时，菲舰上至少2名人员持枪在甲板活动，并用手用枪指着中国海警方向。6月4号，菲海警船在仙滨礁附近海域调放数艘小艇亲登仙滨礁沙洲，被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有分析指，17号发生的此次挑衅，显然是菲方试图在中国海警实施执法新规后前来试水。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现在，菲律宾利用这种灰色地带这种手段，是怂恿更多的渔船、媒体，然后包括渔民到这个地区来挑衅。他可能还是想采取某种状态，不断的使这个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仁爱礁附近保持一个高温状态，那么塑造一个中国霸凌的这个形象。我想他根本的目的在于此。5月15号，中国海警局发布第3号令，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并于6月15号正式生效。这是为进一步落实2021年2月颁布实施的海警法而出台的配套规定。新规旨在规范和细化海上执法程序。然而，菲方对于这一新规十分紧张，菲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称该规定侵犯了菲律宾主权，违反了国际法。菲律宾媒体还别有用心地抓住规定中提到，对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外国人，经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可拘留审查；案情复杂的，可延长至60天等章节内容，肆意渲染对非法越境外国人实施拘留等场景进行炒作。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甚至还在新规生效前夕，要求菲律宾渔民无视该规定，继续在其所谓南海专属经济区捕鱼，叫嚣我们有权开发专属经济区里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渔民没有理由感到害怕。对此，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指出，该规定是中国逐步细化海警机构履行职责流程的常规国内立法活动，是出于完善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与当前南海形势没有关联性。菲律宾强行将中国颁布国内法律法规的行为与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挂钩，未免有些自作多情，甚至有点做贼心虚。
针对菲方最新动态，17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明确指出，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行为。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菲方提交的划界案如涉及争议海域，委员会不应审议和认定。我注意到，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仙宾礁等地不断挑起争端，试图在总体稳定的南海局势中制造分歧。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暴露了其在国际舞台上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强行推动自身非法主张的企图。随着中国在南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软硬实力逐步提升，菲律宾的企图注定无法成功。林健还就当天发生的中菲船只擦碰事件、中国海警新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项回应，称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他还强调，中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中方坚持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处涉海的矛盾分歧，同时对任何海上侵权挑衅的行径予以坚决应对。近日，拜登团队放出最新竞选广告，讽刺特朗普的有罪裁决。广告标题为“品格很重要”，并将两人做了对比。这也是6月27号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前，拜登团队斥资5000万美元宣传活动的一部分。This election is between a convicted criminal who's only out for himself and a president who's fighting for your family. 口水仗你来我往，在上周五的一场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就继续猛轰拜登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称普京对他毫无尊重。特朗普还许诺，若再次当选，将在全美上空修建铁穹反火箭弹系统。In my next term, we will build a great iron dome over our country. We deserve a dome. We deserve it. All made, state of the art. It's a missile defense shield, and it'll all be made in America. Jobs, jobs, jobs. 还有不到10天，今年美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即将上演。为了防止再现拜登和特朗普在2020年开火谩骂的辣眼场景，主办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祭出最严辩论规则，包括适当情况下将强制关闭麦克风、禁用提词器和小抄，不能跟幕僚互动的，现场也不会有观众。对此种种，渴望在交锋中得势的特朗普暗指不爽。Let's have no audience. Let's have both parties sitting down. Let's have just a sealed room where just the two of them, plus, I guess, a couple of hosts. So that was an offer that nobody would accept. I said, I'll do it, because they assumed I wouldn't. And then when I didn't do it, they could say, well, we offered it to Trump, and he rejected. The one big difference here is this muting of the mics thing, and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There'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we saw in anything in the past. Never has been used in a presidential debate stage before. And I think there is a question, if you go back to 2020 and think about the disastrous first debate for Donald Trump, the fact that the mics were unmuted and that Trump was able to allowed to make kind of an ass of himself in that debate actually worked to Joe Biden's advantage politically. 与此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4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两党主要总统候选人同时持负面看法的选民比例激增至25%，创下了至少3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几乎是4年前两人首次对决时的2倍。距离拜登、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还有不到10天，两人的竞争是越发的白热化。近日，一段拜登在筹款活动中突然僵住并被前总统奥巴马领走的画面，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那白宫呢，很快就出面反击，称拜登是在向人群致意。白宫还指责部分媒体道德败坏、散布虚假信息，但不少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在一场由乔治·克鲁尼、茱莉亚·罗伯茨等多位好莱坞明星共同举办的筹款活动上，拜登与前总统奥巴马一同接受了长达45分钟的采访。在告别环节，奥巴马向民众多次挥手致意后欲离场，拜登却愣住并露出诡异笑容，一动不动僵在原地。奥巴马不得不拉起拜登的手，半推着将其引导出场。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热议。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反击，称拜登没有僵住，他是在向人群致意。贝茨还批评传媒巨头默多克旗下的《纽约邮报》道德败坏，使用剪辑过的视频误导公众。白宫还进一步声明称，至少6家主流媒体对相关视频进行了事实核查，确认了白宫的解释。不过，对于贝茨的说法，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在其评论区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你为什么要撒谎？”还有人讽刺：“每个人都可以实时观看视频，你越是这样做，大家就越知道情况不妙。”尽管白宫不认，但拜登近期确实频频被抓包，多次神游。6月10号，在白宫纪念奴隶解放日音乐会上，身边的人都在随着节拍轻轻摆动，而拜登却僵在原地，几乎没有眨眼。6月13号，拜登在意大利参加G7峰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定格，但是他缓缓转身走开，所幸被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时拉回。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美国知名记者塔克·卡尔森日前在接受专访时就指，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大家眼前时时去世。What do you think? How long will he last? Will he before he's asked to leave or actually passes away? Right. Well, I mean, I think the real adversary here is nature, and the science. And the finite nature of human life. So, right, he's reaching the end of that. He's dying in real time right before us. 外界质疑不断，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再度出手护肤。当地时间6月14号，在一场竞选活动上，吉尔称丈夫不畏年龄，且是最有效率的总统之一。This election is most certainly not about age. Joe and that other guy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ge. Let's not be fooled. Joe isn't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esidents of our lives in spite of his age, but because of it. 拜登吉尔的激情护肤甚至引来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关注。扎哈罗娃调侃道：“也许他们应该选举拜登的妻子，她口齿清晰，不会摔倒，同时又充满同情心。”昨天，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6月18号至19号访问朝鲜。访问朝鲜结束后，普京将继续访问越南。据克里姆林宫17号发布的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月18号至1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据悉，这将是普京时隔24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也是金正恩首次以朝鲜最高领导人身份接待俄罗斯元首来访。外界预计双方将在多领域加深合作。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称，此访将为俄朝加强全方面战略合作的新契机，这令美西方国家极为警惕。美国五角大楼今年5月就曾发布报告渲染称，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在本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原则上讲，中方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将是第2次到访朝鲜。上一次他对朝鲜的访问是在2000年7月19号，当时距离他首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仅2个月。在那次访问中，他与时任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领导人会谈。韩国情报和安全部门17号消息指出，俄罗斯和朝鲜会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朝鲜为契机，建立起相当于有事实自动军事介入水平的紧密军事合作关系。
据韩联社援引情报机构相关人士指出，朝俄此次合作可能会采用类似于双方1961年的合作模式。这意味着一旦朝鲜进入战争状态，俄罗斯有可能立即采取军事介入行动。1961年，朝鲜与苏联签署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中包括缔约任何一方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的内容。访问朝鲜结束后，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访问越南。对于普京出访越南，路透社17号称，此举凸显了越南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报道称，越南未派代表出席上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与此同时，越南在上周早些时候派出副外长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会议。而在去年升级了与越南的关系，并且视越南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据报道，19号至20号访问期间，普京预计将同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和其他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预计会签署贸易、投资、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并没有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Есть шанс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мирн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Путина и с учетом нынешних реалий на фронтах остановить войну и перейти к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Зеленский приходил к власти под флагом мира, намерение установить мир, спасти Украину. Он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не держится за кресло. Он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 что готов на все ради своей родины. Вот посмотрим, готов ли он на все, чтобы дальше не ухудшать ситуацию. 战争持续一天，平民就多受一天折磨。日前，有示威民众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手持横幅，呼吁释放在俄乌冲突中被俘的乌军士兵。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нагадувати міжнародній спільноті про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ополонених через те, що я вважаю, що вони мають вплив і можуть нам допомогти з поверненням наших героїв.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吐槽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最厉害的推销员，总可以从美国拿走很多钱。He's wasting money at levels never seen before. He's putting all this money into the Green New Scam. It's a scam, one of the greatest scams in history. Although I give Zelensky, I think Zelensky is maybe the greatest salesman of any politician that's ever live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our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据统计，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1134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华盛顿曾多次誓言，只要需要，就与基辅站在一起。据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战时内阁已经解散。内塔尼亚胡表示，战时内阁是应以色列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的要求，并与他达成共识后组建的。当前，甘茨已经离开，所以不再需要战时内阁了。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宣布，战时内阁已正式解散。The war cabinet was a prerequisite of creating this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It was a prerequisite put in by member of Knesset Benny Gantz. With Mr. Gantz leaving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longer a need for the war cabinet, and its duties will be taken over as mandated by the State of Israel by the Security Cabinet, together with the full cabinet. 以色列时报报道说，战时内阁解散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将与其他相关的官员就作战问题进行小规模临时磋商，并作出关键决定。此后，相关决定需要得到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最终批准。报道指出，战时内阁的解散是在预料之中。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组建战时内阁，以中左翼力量代表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与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一道，成为拥有表决权的3名核心成员。近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战时内阁的内部分歧正越来越大，并且公开化。本月9号，甘茨宣布退出战时内阁，并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1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进入第3天。昨天上午，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在堪培拉举行，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方邀请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双方方便时访华，澳方对此表示欢迎。中方还当场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此举受到澳大利亚舆论的热烈欢迎。当地时间17号上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议会大厦广场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现场鸣放礼炮19响，军乐队高奏中澳两国国歌，李强检阅了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同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强指出，中澳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互利共赢，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澳方不断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文旅等交流合作。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高兴地看到当前澳中关系企稳向好，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澳方愿同中方保持对话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推动澳中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欢迎更多中国学生和游客来澳留学旅游。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巩固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宣布，年内将在澳举行第10届中澳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中澳高级别对话第8次会议、第8次中澳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中方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双方同意互为旅游、商务、探亲人员审发3至5年多次入境签证。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将对澳免签的消息公布后半小时，携程国际平台澳大利亚游客搜索中国相关关键词热度环比前一天增长超80%。实际上，自阿尔巴尼斯去年底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持续转暖，航班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客源国，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澳大利亚游客来中国的热门目的地包括北上广深、成都等地。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澳大利亚往返中国的机票均价较去年同期降低近30%。在南半球颇具舆论影响力的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报道指出，中国已经对全球多国免签，澳大利亚也被纳入这个特殊的朋友圈，是重大利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就是想向澳洲政府，也包括向澳洲人包括向澳洲的这个华人释放信号，就是说以后中国希望和澳洲发展一个长期稳定互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战略经济对话自贸协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教育、文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Australia advocates that we should a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a regional balance 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 A region where countries large and small operate by the same rules that we have all had a say in shaping. 会后发表的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提及，双方肯定两国领导人、部长和各层级官方开展定期接触，支持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双方确认计划于2024年重启中澳战略经济对话。观察指出，这意味着本年度中澳高层对话机制又成功重启了一个，为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再添助力。实际上，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重要机制。自2014年开始，总共举行了3次。但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中方因此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过去7年来，澳中关系经历跌宕起伏，从跌入冰点到近2年逐渐回暖，影响不少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澳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李强此次来访备受该国社会各界瞩目。